那些无法人工饲养的鱼，如何成为新时代的饮食真价值？大家好，我是刘医师。今天呢，我就以这个议题展开一篇健康知识讲座，探索那片还未被侵蚀的饮食净土。人类能养的动物远超你想象，从海里的鲑鱼、鲈鱼，到池塘的鲤鱼、草鱼，再到深海实验场域里的石斑、海狸、狮鱼，仿佛只要我们愿意投资，愿意建造场域，愿意建喂料，任何鱼都能被驯化。但真的是这样吗？不，答案是否定的。所以，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老渔民悄悄告诉我的秘密。有8种鱼，几乎全部都是野生的，人工养殖根本养不活，养不起，养不大。这些鱼是大自然真正的馈赠，它们没吃过饲料，没打过药，没泡过药浴，没有抗药性问题，也没有寄生虫吃不掉的麻烦，纯天然，零化学，零操控。老渔民说，他一辈子打鱼，看遍河海的变化，知道什么鱼是自然的孩子，什么鱼是工厂的产物。他说，这8种鱼，你要是遇到了，千万别放过，它们的价值比你想象深得多。今天我就带大家走进这8大野生鱼的世界。第一章，为什么会有无法人工饲养的鱼？您可能会好奇，现在科技这么发达，鱼虾贝都能人工养，怎么还会有不能养的？其实原因很简单，第一，环境极端敏感。有些鱼在野外水流急，含氧量高，温差变化快，一旦被放进静止的池塘或水泥池，它们就像被关进密室，很快就会不适应，甚至突然死亡。第二，食物来源高度特化，有些野生鱼只吃特定浮游生物，小甲壳、小昆虫，人工根本复制不了它们的天然食谱。你给颗饲料它直接无视，最后就会活活饿死。第三，成长速度太慢，养不起。有些鱼长得太慢，人工养1年还比不上野外自然长3个月。商人不可能花3年养一条还没巴掌大的鱼，因此钱瘁放弃。第四，人工环境容易爆发寄生虫。野生鱼靠流动水自我清洁，但人工池里水不动，饲料蟹多，寄生虫繁殖速度惊人，抗药性又越来越强。你药下的越多，鱼越脆弱。第五，野性太强，放池里会互咬，会跳池，会上火。一些野生鱼天性凶猛，捕食冲动强，人工池根本关不住。你一不注意，整池鱼互相咬到只剩尸体。所以，世界上仍然有一些鱼，它们只属于自然，不属于人造。它们才是今天的主角。第二章，野生鱼与养殖鱼，真正的差异在哪？现在很多人分不清野生鱼和养殖鱼，觉得反正都是鱼，能吃就好。但老渔民都知道，差别大了去了。第一，体质完全不同。野生鱼体质强健，肌肉紧实，耐寒耐热，不容易生病。养殖鱼吃饲料、打药、泡增氧，一旦回归自然，2天不到就会死光。野生鱼在逆境中长大，养殖鱼在保姆房里被呵护，这就是差别。第二，味道完全不同。野生鱼筋肉结实，有弹性，香气足，没有腥味。养殖鱼肉松散，味道淡，有时甚至会带土味、饲料味，老饕一口就分得出来。第三，营养完全不同。野生鱼吃天然的小鱼、昆虫、藻类，油脂比例自然、均衡、纯粹。人工鱼吃什么？高蛋白饲料、膨化料、油脂喂料，营养密度差得太多。第四，安全性完全不同。野生鱼，零药物、零抗生素、零化学添加。养殖鱼，只要爆发一次病，你根本不知道下了多少药。这就是为什么老渔民才说，野生鱼是大自然给人的礼物。第三章，老渔民口中的8种天然鱼，
接下来，我们就要正式走入这8种鱼的世界。第一种，黄辣丁、黄嗓鱼，天然小金条。老渔民说，黄辣丁是河里的金疙瘩，它肉细、骨少、香味浓，被称为淡水鱼中的精品，但人工养殖基本失败。为什么养不活？第一，黄辣丁食性挑剔，只吃天然小甲壳、昆虫幼体和小鱼，饲料它根本看不上。第二，它极度怕水质变化，含氧量稍低就翻肚。第三，它捕食冲动太强，圈养会互咬，最后只剩一条霸主活着。黄辣丁的好处，它的肉细致，几乎没有土味，老人小孩都能吃。野生的黄辣丁用红烧、前煎都香得不得了。老渔民说，碰到野生黄辣丁买就对了，不用想。第二种，江团鱼，长吻尾，河里的黑武士。江团鱼有淡水黑金之称，它是河里的霸主，力量大，速度快，转身迅速，人工池根本关不住它。为什么难养？第一，它需要极高速水流，人工鱼池的水就像高速选手被关在宿舍里，它会闷死。第二，对溶氧要求太高，自然湍流能提供足够氧气，人工养殖很难做到。第三，升级慢7、8年才长成大鱼，商人根本养不起。江团的好，肉质紧实，口感像牛肉，有嚼劲但不柴。只要蒸一蒸，凝脂般的鱼油溢出，那味道比贵1倍的养殖鱼更高级。第三种，巧嘴红霸，河里的飞刀。巧嘴是典型的野性鱼，它性格凶猛，速度极快，捕食猛烈。为什么人工养不了？因为它太爱动了，人工池根本放不下它的天性，它会在池里不停撞池壁，也会因缺乏天然猎物而暴躁，最后不是饿死，就是互相咬死。巧嘴的好在于肉非常细，没有土腥味，做酸菜鱼、红烧鱼都非常香。野生巧嘴其实不贵，但价值很高，老饕都知道巧嘴可以看出一条河的健康。第四种，马口鱼，溪水里的银剑。马口鱼只在山间清溪、生态极好的小河里生存，它对水的要求非常高，要清澈，要含氧高，要水冷，要流速快，人工池完全没法模拟。马口鱼难养的原因，第一，它只吃会动的小虫、浮游生物；第二，进水它就死；第三，人工池里寄生虫太多，它受不了。马口鱼的好肉细嫩，没有腥味，煎烤、清蒸都好吃。能吃到马口鱼，只能说明一件事，你现在吃的是大自然真正的恩赐。如果说人工养殖的鱼像工厂产品，那这些野生鱼就是自然精品。它们的存在提醒我们，大自然从未离开，只是我们忽略了。第五种，连庸混种野生黑鱼、乌鱼，天生的猎手，人工完全关不住。在老渔民心里，黑鱼是最有野气的鱼之一。你只要看它的外表，就能明白什么叫做天生捕猎者。头大，嘴宽，牙齿尖，肌肉强健，身体如蛇般能弯能扭。黑鱼是典型的上位掠食者，它在自然里吃小鱼、虾、昆虫、水蛭蟹，甚至是其他鱼的幼苗。所以黑鱼人工能不能养？能养，一养就死。为什么黑鱼人工基本失败？第一，它太能动了。黑鱼需要大面积水域游动，需要捕食练肌肉，需要追逐，需要运动。你把它关在几十平方的水泥池里，它根本受不了，情绪紧绷，不吃东西。第二，人工食物它看不上，你给它饲料，给颗饲料颗粒，它看你一眼，再悠然转头走。它要吃活的。第三，它的占地欲太强，圈养会互杀。老渔民说，黑鱼一池，最后只会剩下一条。
它们互咬互吞，越关越凶，越凶越大，最后剩下一条亡。第四，生长缓慢，商人养不起。野生黑鱼成长靠天然食物，速度慢，但肉质紧实。人工饲料要让它长大基本不可能，还越养越瘦。黑鱼的好，黑鱼蛋白含量极高，脂肪低，肉质弹牙，被中医认为有补气血、补体力的效果。最重要的是，野生黑鱼的肉紧韧、爽口、有力量。养殖黑鱼的肉软、散、无味，差别巨大。能吃到野生黑鱼是运气。第六种，桂鱼。桂鱼，真正的淡水之王，人工一直攻不破。桂鱼是老饕眼中的顶级名鱼，不论清蒸、剁椒、油淋，只要一条野生桂端上桌，餐桌都会瞬间安静下来，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条鱼得来不易。为什么人工养不起桂鱼？第一，它极度挑食，只吃活鱼、小虾、小虫，它连饲料都懒得看一眼。人工想喂，它不吃就饿死给你看。第二，水质要求太高，桂鱼是淡水皇帝，特别娇，水一脏就生病，氧气低一点就浮头，人工环境根本达不到它要的清澈度。第三，它的天性凶猛，桂鱼在野外是埋伏型捕食者，领地意识极强，圈养会互相撕咬，常常一夜之间整池只剩头破血流的少数。第四，生产速度极慢，它不爱长大，养一条要2-3年，商人根本不愿意投。桂鱼的好，一句话，淡水之王桂鱼肉质细到可以入口即散，胶质厚，刺激少，香气天然，很多鱼身上的土味、腥味，桂鱼完全没有。老渔民们常爱说一句话，桂鱼啊，这不是人养的，是天养的。第七种，贼鱼中的顶级野贼，只有天然河系才能养大。你可能会说，贼鱼不是到处都能养吗？是的，普通养殖贼鱼随处可见，但老渔民说的不是一般贼鱼，而是野生大贼、深水贼、老贼。这类野贼重达1斤以上，肉厚，胶质十足，是河湖中的金鳞宝。为什么这类贼鱼人工养不了？第一，成长时间太长。野生贼鱼需要自然环境慢慢锻炼，要5-6年才长成大体型。人工养殖只养1年，不可能有这种质地。第二，它们喜欢天然冻水，人工净水池根本没办法给它运动量。贼鱼的肉质之所以紧，靠游动，养殖池里它根本动不起来。第三，对水质敏感，野贼在天然水系进化了上千年，要的是流动、水草、昆虫，没有这些它就不舒服。第四，养殖环境寄生虫太多，野贼靠流动水自己排，养殖水一浊就爆寄生虫，贼鱼最招寄生虫，最后只剩死路。野贼的好，野贼肉香，胶质厚，鱼汤奶白，补虚暖胃，是老一辈最爱的河鱼。第八种，香鱼。绿川鱼，纯天然的香气，人工再怎么努力也模仿不了。香鱼被称为会自己发香味的鱼，它吃的不是饲料，也不是昆虫，而是天然苔 River Algae， 只有山河好水才有。香鱼是人类尝试人工养殖最多次也最失败的一种鱼。为什么香鱼人工基本没戏？第一，它的食物完全人工复制不了。香鱼的香味来自于天然水草和河底苔，你没有这些，它就长不出香味。饲料养出来的香鱼不香，不香，还是不香。第二，它对水温水质极度敏感，水要清，要凉，要流动，要洁净，一点杂质它都受不了。第三，它是季节性鱼，香鱼只在春天开始长，秋天成熟，1年1批。
人工环境没办法控制季节节律，它就不生长。第四，压力大就死，搬运、放池、惊吓、吵闹、光线，都可能让一整池香鱼突然死亡。香鱼有多好？烤香鱼一上桌，你不需要靠近，香气就会飘出来。肉质细嫩，无腥味，带天然果香，是世界上少见的带香味的肉。能遇到野生香鱼，简直是幸运。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8种鱼，看似只是河里的鱼、湖里的鱼，但实际上它们背后承载的是一种正在慢慢消失的自然智慧。我们现在太习惯什么都能人工化、工厂化、量产化。鸡可以工厂养，猪可以圈养，虾可以速成，连以前最难养的鲟鱼、石斑、三文鱼都能人工突破。久而久之，我们会以为一切都能被人控制。但老渔民会意味深长地感叹：孩子啊，自然不会全部让你掌控，总有一些东西是留给懂得珍惜的人。这8种鱼就是最好的例子。一，它们提醒我们，自然有自己的节奏，人无法代替。养殖鱼一年能养2批、3批，但野生鱼需要4季更迭，需要春天的水草、夏天的昆虫、秋天的水位变化、冬天的冰雪洗礼。这是自然的节奏，也是千万年来它们存活的方式。一旦脱离这个节奏，它们就活不下去。人能养活很多动物，但自然的韵律是人工永远复制不了的。2，它们代表了真正的生命力。你看野生鱼的肌肉，紧弹，富有力量，它们是靠水流、靠捕食、靠天敌磨出来的。而养殖鱼呢？吃饲料，掉头就吃，动也不动，肉质自然松，生命力是不能作假的。这就是为什么老渔民说，吃野生鱼是吃它的生命力，不是吃它的大小。3，它们象征着安全、纯净、无药物的最后防线。现在很多人担心养殖鱼打药、泡药、抗药性、寄生虫、饲料问题，但真正的野生鱼吃的是昆虫、小鱼、小虾、水草、河苔，食物天然、前进、有机，根本不需要药物维持。它们身体里的营养是自然给的，不是化学的，不是人工的。你吃的每一口都是纯粹，是前进。4，它们象征着自然中最难得的自由。这8种鱼之所以无法圈养，是因为它们太自由了。它们在自然中的一生也许短，但是真实而完整。你把一条野生鱼放进池里，它会焦虑、恐惧、互咬、乱撞，因为它不属于这里。自由是它们的天赋，也是人工永远给不了的。5，野生鱼也提醒我们，珍惜自然就是珍惜自己。河流前进才能有马口鱼，水草丰富才能有野贼鱼，溪水清凉才能有香鱼，河道健康才会有江团，小生态完整才养得出桥嘴。自然的好坏，从野生鱼是否出现就能看出来。一条河里是否还有野生鱼，其实就像照镜子，反映出我们对这片土地有没有好好保护。吃野生鱼不只是吃一种味道，也是在提醒自己，大自然如果没了，我们连一条好鱼都吃不到。本篇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，野生鱼是一种生活态度。什么叫生活态度？就是你在吃东西的时候，你知道它从哪来，怎么长的，靠什么吃饭，靠什么活着。你吃野生鱼，不是吃奢侈，而是吃一种愿意等的心。等一条鱼长3年、5年、10年，等一条河养一条鱼。老渔民阿伯说过一句我非常喜欢的话，懂得野生的人心里都有自然，不求什么，只求真，不图什么，只求纯。这
就是野生鱼的价值。所以，下次你遇到这8种鱼，记住，它们不是普通鱼，而是自然留给懂得品味的人最后的礼物。野生鱼不是难得，而是不可替代。人工可以复制很多东西，但复制不了真正的自然，真正的时间，真正的生命力。如果你也珍惜这些原生的味道，那么记得尊重自然，敬畏自然，才是保护我们能吃到这些真正意义上的好东西的最后一道防线。